一桩四川江油校园霸凌案竟然掀起一场全国新时代变化革命。事件失控后，中央专案组连夜进驻，江油市委书记当场撤职。但这场怒火没有止于四川，它烧到了北戴河，烧进了最高层密会。传言习近平为此震怒。一个地方事件为什么能惊动中南海，甚至逼出最高领导人的震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8月6号，前中国法律界人士杜文在 X 平台爆出重磅消息：江油事件已惊动北戴河，习近平对此震怒。中共中央已将此事件定性为四川版瓮安事件。据他透露，江油市委书记已被免职，四川省委的维稳专案小组已紧急进驻江油，全面接管当地局势与舆情控制工作。那杜文强调，这则消息来自四川当地的可靠管道，并在贴文中写下立此帖为证，显示其对情报真实性颇具信心。这条爆料迅速引爆社交平台转发，也为江油事件再次推升政治温度，让外界意识到这不再是一场地方性的校园霸凌或治安危机，而是直接牵动中共高层神经的社会政治事件。目前正值中共高层在北戴河闭门开会的敏感时期，这场原本是度假与政治勾兑并行的年度聚会，却因江油事件的激烈爆发而添上了不稳定因素。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震怒的背后是否隐含着高层对公安系统失控、舆情误判，甚至对内部权力运作的不满。那时间回到7月22号，四川江油一所学校附近的废弃建筑内，一名14岁女生遭到3名同龄人殴打、辱骂、强迫下跪并脱衣羞辱，整个过程还被施暴者拍摄并上传网络。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受害者威胁说他爸爸会报警的时候，一名施暴者得意而轻蔑地说：“我已经进公安局10几次了，每次20分钟就出来。”时隔10天后的8月2号，这段视频突然在网络上热传，引起网民和当地市民巨大愤怒。舆论压力下，警方在8月4号发布通报，表示受害人仅为轻微伤，对施暴者进行了治安处罚和批评教育。这样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进一步点燃了社会不满，他们认为警方在包庇罪犯。那与此同时，还传出了施暴者是当地官宦子弟的身份。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江油市政府外，然而当地政府不仅没有妥善回应，反而迅速升高警力部署，在当晚开始了暴力清场。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让民愤迅速上升。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江油市政府外抗议，要求严惩施暴者，追究相关责任。据说抗议人数至少有上千人，也有说上万人的。那开始时，警方还只是在维持秩序，但到了5号凌晨时，大批警察和武警赶到现场，他们用警棍殴打抗议者，喷辣椒水，现场怒吼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地面血迹斑斑。有不少视频显示，这次清场的暴力程度相当严重，包括多名警察和特警围殴一人，有民众被踩在脚下，现场还传出了枪声。警察的暴行远超3名施暴者对受害者的霸凌程度。那还有网友拍到有市民被抓起来并被用运猪的车带走，也有网友拍到了浩浩荡荡的疑似开往江油增援的警车。据悉，参与镇压的警察上达数百人，也有说超过1000人的。从警察和武警清场维稳的激烈程度来看，都是近年来中国较为罕见的高烈度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警察的暴力行为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感，现场有民众高喊"还我民主，拒绝霸凌"，甚至出现"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等口号，使事件进一步升级为政治性质抗争。
对外界而言，江油的霸凌事件只是发生在中国的无数起校园霸凌事件中的一件，但是它一旦演变成警民冲突后，对中共政权来说，这就是要命的事情了。这类群体抗议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事实上，中共对这类自下而上的民众集体运动长期保持着高度戒备。2008年6月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正是江油事件的前车之鉴，两者在性质、背景和政府反应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08年6月28号，贵州瓮安爆发数万人围攻县政府、公安局的群体性骚乱事件。起因是一名16岁少女李淑芬在当月22号非正常死亡，家属怀疑其遭性侵后投河，警方否认指控，坚称死者是自己跳河自杀，与现场的3名青年无关，还要求家属自行埋葬遗体。更荒唐的还说，事发时其中一名男生正在做俯卧撑。据当时传闻，现场的3名青年陈光全、刘延超、王娇是当地县委书记的亲属、副县长和派出所官员的孩子。民众怀疑当地警方因此包庇嫌疑人。这种敷衍式的辟谣不仅无法平息舆论，反而成为网民的笑柄。做俯卧撑迅速成为全网热词，也点燃了当地民众对权力不透明、执法不公的积怨。6月28号下午，数万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他们焚烧警车，砸毁了政府大楼。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暴力骚乱。现场照片显示，街道上聚集了大量民众，场面相当混乱。中共随即出动了大批武警镇压，并切断信息传播。7月1号，中共省委书记石宗元将事件定性为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指责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并称事件影响了贵州形象和全省稳定。此后，中共迅速采取行动平息事态，包括加强当地的维稳力量、删除相关网络信息、控制舆论、调查地方执法等等。据称，部分地方受到问责，但具体处罚细节未公开。瓮安事件的核心不是李淑芬的死因，而是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引爆了民愤，这和今天的江油事件如出一辙。在江油，群众并非冲着政府来闹事儿，一开始的诉求极为单纯，要求为一名被霸凌的女学生讨回公道。但当局草率定性、轻描淡写的惩处，导致群众质疑背后是否有背景，是否存在官员包庇。当警方出动大批警力暴力清场后，抗议诉求开始发生质变，从惩罚霸凌者变成拒绝官霸、还我公道、打倒共产党。中共最怕的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社会怨气汇聚成非制度化抗争，尤其是这种无组织、无领袖、无政治纲领，但具有广泛共鸣的天然抗议。白纸革命如此，江油亦然。2022年底的白纸革命就是从一场乌鲁木齐火灾引发的悼念活动，逐渐演变成一场针对风控政策乃至中共专制体制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尽管当局迅速镇压，但也不得不在民众抗议的压力下放弃动态清零政策，说明即便是号称全能的独裁政权，对于来自底层情绪汹涌、无组织的民间压力，仍然不得不做出退让。江油事件是否会成为另一个转折点，目前还不清楚。但它具备了多个与白纸革命相似的要素，那就是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临界爆发点，因此小小的不公就能演变成大大的骚乱，并且本次江油事件也在海外引发了舆论海啸和声援受害女生的行动。
多家世界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包括 BBC、自由亚洲电台、法广、德国之声等等。事件还引发了海外声援和人权组织的关注。8月6号，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立健发出视频说，声援江油人民，洛杉矶中领馆签证大厅门口焚烧共产党党旗，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他说，今天我们为遭霸凌的赖静涵同学发声，为赖同学的聋哑妈妈发声。今天默不作声，下次霸凌受害者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口办理签证工作往来的朋友见证了共产党血腥治国手段。共产党最喜欢把提出问题的受害者镇压，中共国策维稳高于一切。今天的网络世界，中共无论何种手段都不会掩盖其罪行，只会加速中共暴政灭亡。有民运人士在美国洛杉矶中领馆前焚烧中共党旗，公开声援霸凌事件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官方也同步加强言论控管。由于大陆各平台大规模屏蔽关键字“江油”，5号网友开始用“酱油”等词代替，但视频仍然遭到屏蔽。江油霸凌事件发生10天后才突然在网络上爆发。时间点相当敏感，恰好是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期间。时评人蔡胜坤认为，江油事件之所以能迅速升温，甚至短时间内成为全网关注焦点，可能和中共内部的博弈有关。尤其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舆论场的异常开放，令人怀疑是否有高层在有意放风，引导或默许事件发酵。因此，这不只是社会事件，而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延伸。好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